头两天，2026年6月17号的深夜，川普在法国凡尔赛宫的晚宴结束以后，急匆匆地签下了一份跟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消息一公开，全球炸锅。谁也想不到，美国这个世界霸权居然会对被他轰炸了整整4个月的伊朗做出极度屈辱的让步，不但要给伊朗解冻1000亿美元，还要额外安排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面对国内铺天盖地的口水和痛骂，川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就彻底抓狂了。他在镜头面前满嘴脏话，歇斯底里的冲着底下的记者放狠话，说大家别瞎猜，这只是一张随时能撕掉的废纸，只要伊朗那边敢有半点不听话，他随时会把炸弹炸向伊朗人。只是咬人的狗是不叫的，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川普叫嚷得这么凶，只能证明自己的势力内荏罢了。白宫到底在害怕什么？美国这个平时看起来不可战胜的超级强权，到底出了什么麻烦，才会让他连伊朗都搞不定？而为什么我会说，就在这一天，世界已经正式跨入了后美国时代？在一个美国霸权已黄昏的时代，中国和世界又将何去何从？14条协议解读，美国、伊朗各自获得了什么？关于川普签下的那个协议，总结起来，整篇文件里，美国其实是把自己至关重要的一些筹码主动交给了伊朗。我们先看美国做出的第一个让步，放弃海上的封锁。这几个月，美军在波斯湾调动了庞大的航母编队，天天在海面上堵着人家的家门口。但现在协议第4条写得清清楚楚，备忘录1000字，美国必须在30天内彻底解除对伊朗所有港口的海上封锁。第二个让步是承认伊朗石油的合法出口权。协议第10条，美国财政部承诺，协议一签，立刻给伊朗的原有石油产品和各种衍生品开出制裁豁免许可证。而且不光是让你重新卖油，条文里特别写明，连带着大笔石油交易所需要的银行结账、国际保险和海运船队，美国全得一路放行。过去1年，伊朗顶着制裁，靠引资油轮悄悄出口石油，还得给买家打极大的折扣，利润被压得很惨。今年4月美国搞全面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一度差点停摆。现在美国把第10条一签，等于亲手拯救了伊朗快要干涸的财政。伊朗不仅能正大光明的找国际买家，还能按市场最高价卖，这无异于给自己的死对头送去漫天的大风口。第3个让步是解冻扣押多年的伊朗资产。大伙儿去看协议的第11条，里面的内容写得非常露骨。美国承诺，只要这份备忘录一启动，就要立刻全面放开伊朗那些被冻结或者受限制的海外资金，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把钱全额还给伊朗央行指定的账户。媒体盘了一下，这笔被美国扣在海外账户里的死钱多达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伊朗好几年的国防预算总和。川普在面对国内强硬派质疑的时候，一直在那儿扯着嗓门辩解，说大伙儿别慌，这根本不是美国给德黑兰的战争赔偿，这只是把伊朗人自己的钱还给他们而已。但大家眼睛又不瞎，伊朗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钱，而且这等于是在全世界面前承认，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破产了。如果说前面3个让步还只是把绑在伊朗身上的绳子松开，那第4个让步就是美国的彻底溃败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融资。协议第6条写明，美国要拉着地区伙伴拿出一个至少3000亿美元的计划，帮伊朗搞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白宫官员拼了命的澄清，说美国政府1分财政拨款都不会出，全靠私人资本和海湾土豪的注资。但对伊朗来说又有多大区别呢？这笔钱是由美国在前面张罗，拉着全世界去凑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国为了能够抽身，不得不捏着鼻子付出的
战后赔款。把美国的4个让步看完之后，我们再看看伊朗到底给华盛顿付出了什么。你会发现，第一的令人发指。协议第8条，伊朗做出的第一个承诺是重申自己不会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他要仔细品一品重申这2个字。重申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一句老话再大声念一遍。伊朗过去30年在任何公开场合都坚称自己搞的是和平利用核能，从来没有承认过要造核武器。现在1分钱没花，1根离心机没拆，就把这句说了几十年的口号在纸上重新写了一遍。之前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些专家就说，伊朗有大量的高浓缩铀库存，足以造出10枚核弹。美国原本的态度是要全部打包运出国境，让伊朗手里彻彻底底没牌。但最后协议里是怎么写的？伊朗硬是把美国的要求顶了回来，条文写的是在国际组织监督下，在伊朗本地现场进行向下混合，也就是原地稀释。第9条还补了一句，后续60天谈判期间，伊朗本地核计划维持现状，核心实验室、技术数据和机器设备全在自己家里稳稳搁着，连根毛都没伤着。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那条协议。川普在网上得意洋洋地吹嘘，说自己拿到了伟大的胜利，伊朗答应让海峡永久免费通航。但去看彭博社拿到的协议原件，第5条在允许商船安全通过的后面跟了一个定语，仅在60天期限内免收通行费。这分明就是伊朗给美国中期选举发了一张2个月的免费体验卡。60天之后呢，条文写着伊朗会拉上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重新坐下来，依据本地主权权利确定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安排。伊朗外交官后来在简报会上说得很直白，未来计划在那儿收取合理费用，以换取他们提供的海事服务。也就是说，伊朗可没有说永久免费通行，只是看在钱和解冻资产的份上，暂时把手松了松，答应这60天先不勒你脖子。而要知道，在开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免费通行的，伊朗从来没有说过要收费这种事情。现在倒好，打了一仗，美国不但赔了钱，还让伊朗以后可以在海峡巧立名目收费了。还有最后一点，把这份14条大框架的备忘录从头读到尾，你会发现这篇决定中东未来几十年走向的文件里，对伊朗最核心的2张王牌，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在黎巴嫩和也门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代理人武装网络，整篇协议一个字都没提。这个很多人一直想象的美国会帮助伊朗的反对者推翻神权政府这件事，协议里其实也专门提到，就在第2条，那就是美国和伊朗将尊重彼此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这就意味着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件事，美国以后不会再做了。这一点双方付出的都不多，但恐怕是最让很多人感情上没法接受的。几个月之前，伊朗发生抗议的时候，川普公开向抗议者承诺，说美国的援助正在路上，让大家起来反对政府。结果美国的援助也没去，抗议者遭到血腥镇压。根据外界推算，有多达几千甚至几万人被屠杀。现在倒好，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些听了川普的号召导致丢了性命的伊朗人，九泉之下恐怕也不会瞑目吧。整个协议，美国付出了一堆实际的利益，然后几乎什么都没得到。这哪里是对等的和平协议，这就是一份赤裸裸的战败投降书。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讽刺的历史闭环，当年奥巴马本来已经跟伊朗签订了一个协议，让伊朗同意不搞核武器了。结果2018年川普一上来就撕掉了奥巴马签下的伊核协议，骂那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说奥巴马太软弱，没有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结果绕了一个大弯，打了4个月，花掉了几百亿美元的军费，最后川普自己签下来的这份东西
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奥巴马的伊核协议至少还要求伊朗削减离心机，限制浓缩铀库存，接受国际核查，用一整套技术约束来换取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可川普这份协议呢？伊朗一根离心机不用拆，核心的核能力可以先维持现状，导弹计划和代理人武装网络一个字不提，却直接换回了石油出口资产解冻和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所以最荒诞的地方就在这里，川普当年为了报复奥巴马，亲手撕掉了一份他口中的坏协议，结果几年之后又亲手签下了一份糟糕100倍的协议。美国为何退让？解读完整个协议，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为什么川普会做出如此屈辱性的让步。这种赔款条件大概就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甲午海战之后马关条约这种级别了。其实不是川普突然发疯，而是美国确实也难以为继了，打不下去了。很多人看中东局势有个误区，觉得伊朗要跟美国死磕，就得派大军去跟航母编队硬碰硬，这把现代局部冲突想简单了。伊朗其实根本不需要跟美军拼飞机大炮，但他们可以慢慢跟美国放血，他只需要在波斯湾周围部署大批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反舰导弹，时不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海面划了几下，这就够了。因为在现代商业社会，只要海峡有可能打仗，海运的成本就会飞速增加。目前仗打了4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风险保费直接翻了几十倍，很多大型邮轮根本不敢往那儿开，即便硬着头皮开过去，添加的运费和保险也会顺着全球供应链平摊到每一个商品里，导致全球通货膨胀，最后也会落在每一个美国老百姓的身上。根据数据，2026年中期，美国通胀率就被逼上了 4% 的红线。4% 的通胀率平时只是个经济数据，但在2026年的秋天，那就是川普的催命符。因为今年秋天美国要迎来中期选举，川普能不能不当跛脚总统，全看这一仗。如果美国老百姓加不起油，超市里面包鸡蛋价格狂飙，选民的怨气就能直冲云霄。伊朗算准了这一点，你实力再强，选票和民意就是你的软肋。伊朗反正是烂命一条，光脚不怕穿鞋的。他用高油价和高保费天天跟美国经济放血，逼得川普一天也耗不起了。当然也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美国自己也快把自己的储备石油给败光了。很多人会说，美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地下盐库里存了成亿加仑的原油，怎么可能怕伊朗的长期勒索？这事实是，前几年为了压住失控的国内物价和安抚选民，华盛顿做了一个极其短视的事，疯狂往市场上抛售战略石油储备，把加油站的油价人为压了下来。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法子，短时间内没问题，但代价很大。到2026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直接退到了安全红线以下。如果继续打跨年度的全面战争，国内的能源就会出大麻烦。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川普还在社交媒体和竞选集会上吹嘘，说美国现在靠着页岩油革命，自己产的能源根本用不完，以后再也不需要中东的异地石油了。结果呢，6月18号，川普在 G7 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的储备大约4周后就会耗尽。虽然我们知道川普满嘴跑火车，没几句话可信，但这种至关重要的事情不能自欺欺人吧。而且关于石油，美国还有一个特别黑色幽默的事，美国页岩油开采出来的全是轻质原油，提炼汽油还可以，但要提炼柴油和航空煤油，出油率非常低。偏偏美国绝大多数战略炼油厂都是几十年前建的老古董，当初设计的时候，这些炼油厂只能吃中东或者委内瑞拉那种重质酸性油，这就让现在美国的石油业极其尴尬。本地每天开采大量的轻质油，自家的炼油厂吃不下，所以必须一边把轻质油疯狂出口，
一边从波斯湾大量进口种植原油，以此提炼大货车需要的柴油和飞机需要的航油。所以很多人以为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用油没啥影响，大错特错。伊朗不需要炸掉美国的油田，他只要把海峡死死封住，全球的重油供应链就会瞬间大乱。不但中东的种植原油没有办法顺利的运到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炼油厂为了活命会不计成本的跑到西半球跟美国去抢加拿大和拉美的种植原油。这样一来会瞬间让柴油和航油的价格狂飙，时间拖久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极度依赖公路物流和航空网络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不仅美国缺油，美军天下无敌的神话其实也撑不住了。大家过去总觉得美军手里有11艘核动力航母，有大批最先进的驱逐舰，往波斯湾一摆，天底下没人敢动弹。但根据美国国会和海军近年来的报告显示，经历了几十年的制造业外流和工业空心化，目前整个美国能建造并承接核潜艇和航母大修的供应造船大厂只有4个。这4个造船厂是什么状况呢？几十年不重视实体工业，懂高精密焊接的熟练工人和造船工程师早就发生了断层，年轻人宁愿去硅谷敲键盘，去纽约做金融，挣钱更多啊。现在没几个人愿意去满是铁锈和油污的船务工作。国会的报告就说，现在建造或者翻修一艘伯克级驱逐舰，整个周期已经拉长到了接近4年。根据2015到2019的数据，维修航母他们平均延误113天，维修潜艇平均延误225天。而在美伊战争期间，伊朗手里有成千上万的反舰导弹和无人机，天天盯着美军战舰。对，伊朗的武器是不行，但高强度的对抗打久了，总会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时候。战舰拉回去修，后面只有那4个船厂在等着，而他们可能早就塞满了订单，甚至工人都凑不齐，受损的军舰可能要排2-3年的队。在战争期间打掉一艘驱逐舰就等于永远少了一艘，后面的工业母体根本没有办法像二战时期那样源源不断的补充战力。美国用昂贵的战舰在波斯湾跟伊朗漫天遍野的廉价无人机玩消耗，美军根本赔不起。理解了美国这些短板，再回头看看在凡尔赛宫深夜签字的川普，你就明白了。他在镜头前敲桌子骂骂咧咧，说随时可以回去继续扔炸弹，那不是强硬，那是在拼命的掩饰自己的心虚。3000亿基金的权力黑箱，川普在凡尔赛签下的协议中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地方，显然是那个天文数字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发展基金。这几天机器记者会上，各路媒体围着川普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笔钱。川普在台上极其激动，拼命跟国内反对派打嘴仗。他拍着桌子大喊，说当年奥巴马是个大笨蛋，签核协议的时候居然用飞机给德黑兰运现金，而他川普是顶级商人，这笔3000亿的计划里头，美国国库绝对不会出1分钱，所有真金白银全是中东阿拉伯主权资本和全球跨国企业自己去认缴。听到白宫这么赌咒发誓，很多川粉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觉得既然不用国家掏钱赔给死对头，这个重建基金听起来也挺合情合理。可这套逻辑简直是在把全天下人当傻子耍。首先，奥巴马当年只给了伊朗17亿美元，而这笔钱本来也是人家伊朗的。而川普呢，不管这3000亿美元是谁掏的，最后还不是进了伊朗人的口袋。你跟人家在前线轰轰烈烈的打了整整4个月，到头来不仅没有把人家给打服，反而还满世界求爷爷告奶奶的帮人家拉赞助，硬生生的给死敌送去了3000亿美金，去盖大楼修炼厂，壮大人家的经济。本质上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敌，这就是变相的战败赔款。而且这个对伊朗的投资计划背后还有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受到监管的权力黑箱。没错，美国政府在字面上不需要向这个基金投1分钱，可问题是
这3000亿想要真正运转起来，谁掌握着控制权？协议第6条后面紧跟着一句话，这个基金往伊朗砸钱搞建设的时候，所有相关的制裁豁免许可，还有金融交易所必须的全部合规许可，一律必须由白宫和美国财政部来审批签发。所以这笔3000亿能不能动，哪个项目能拿到钱，哪家企业有资格进场分肉，生死大权完全取决于美国财政部能不能发出豁免许可。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伊朗有全天下最廉价的油气，还有大片因为战火急需翻新的基础设施市场。路透社就报道说，美伊还没有正式签字的时候，私底下全球就已经有许多资本大佬在暗地里排队认缴了。这个时候，掌握了许可证审批权的白宫官员其实就可以决定谁才能去伊朗吃肉。这种不需要动用国库1分钱的行政审批权力，天然就会在台面底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寻租空间。这种操作现有的美国法律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监督，因为它跟国库没有关系。所以这也是现在美国建制派特别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川普之所以给伊朗送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虽然损害了美国的巨大利益，但对川普家族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毕竟川普家族在这方面有着非常糟糕的历史。当年川普第1个任期结束，刚搬出白宫，他的好女婿库斯纳在几乎没有任何大型金融机构管理经验的前提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立了一家私募基金。结果这家刚成立的空壳公司一转手就从中东几个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手里轻轻松松的拿到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当时全美都在疯狂质疑，觉得这笔钱名义上是私人投资，本质上分明是中东土豪们给这个政治家族送去的谢礼，感谢他们在位期间在地缘政策上对海湾国家的偏袒。而在圈子里，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更别说川普第2次上台后，川普家族公然发行加密货币，并且操纵币圈价格，以及跟各个国家勾兑，利用总统权力中饱私囊，可谓劣迹斑斑。现在美国明面上说给伊朗的重建基金是全球企业共同掏腰包的私人投资，但为了买到财政部的制裁豁免许可，为了确保海外资产不被华盛顿给直接没收，会不会在暗地里去雇佣一些说客去游说那些关键人物，特别是川普家族的人？肯定会啊。为此他们悄悄地把一部分资金的打理权或者项目分包权无缝衔接到特定的私募基金或者家族利益网络里，是不是也很合理？肯定的嘛。在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里，想把这笔钱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自己的私产，法子太多了。这个3000亿美元的盘子只要动起来，打理资金的人哪怕什么都不干，公司每年躺着收取 2% 的基金管理费，还有那些天文数字的合规咨询费，账面上就是每年几十亿美金的无风险利润。这笔暴利账面上干干净净，全是国际私人资本在自愿买单，没动美国纳税人1分钱，国会的审计官员怎么查都挑不出毛病。所以当彭博社把这份备忘录的第6条彻底曝光之后，美国很多明眼人瞬间回过味来。这个让美国人大呼丧权辱国的美伊停火协议，在某些人眼里其实是一场借着大时代退场的机会进行疯狂变现的分赃盛宴。被抛弃的以色列，川普和伊朗在幕后分钱分得不亦乐乎，那美国在中东最铁杆的小弟以色列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现实恰恰相反，以色列在这场秘密谈判里几乎全程被白宫排除在外，直到最后关头才知道协议即将签字。过去几十年，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决策圈子里一直拥有近乎神圣的一票否决权。不管哪任总统坐在白宫，只要一提中东政策，首先得看特拉维夫的脸色，确保这个最关键的小弟100个满意。很多时候是以色列在前面大打出手，美国在后面心甘情愿地送军火，甚至直接下场帮着擦屁股。可偏偏到了2026年这个夏天，这个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江湖规矩被川普给砸了个粉碎。G7峰会期间，川普面对台下无数记者
完全不给以色列留面子，直接公开对着镜头大骂内塔尼亚胡。很快就有内幕被媒体爆了出来，就在双方签字前的那个礼拜，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大吵了起来。川普在电话里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说你这家伙简直疯了，要不是我一直在后面死命保证你，你现在早就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蹲着了。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在痛骂你，连带着让全世界痛恨美国，你到底在干什么？这哪里还有半点外交辞令，这分明就是一个极度愤怒的黑帮老大，在对着手下那个不停惹祸的小弟进行最严厉的训斥。这个一向自诩为以色列建国以来在白宫最好朋友的川普，为什么会突然在法国峰会上当着全球领导人的面把内塔尼亚胡的面子彻底撕下来，放在地上使劲踩？原因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位当老大的现在自己家里已经起火了。对川普来说，稳住国内油价，从而保住自己的选票和屁股下面的王座，是高过一切的事情。可偏偏就在美伊秘密谈判到了最节骨眼的几天，以色列为了自己的战略算盘，擅自在黎巴嫩搞起了空袭。以色列国防高层甚至公开放出狠话，说要把战火一直烧下去，绝对不会从已经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后退半步。以色列的这番折腾差点把川普精心布置的停火大戏烧个精光。因为伊朗那边早就把话挑明了，你想让我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释放全球油价，没问题，但前提是你在黎巴嫩的那个小弟必须立刻停手。国际政治的冷酷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白宫毫不犹豫地开始出手敲打以色列。川普在镜头前直接警告以色列，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以色列，如果没有我，以色列现在早就不存在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问题上，现在必须学会老实点，必须学会负责任。仔细品品这句话，这根本不是在跟盟友商量，这是大国宗主在告诉全天下，以色列的生死完全掌握在我手里。在这个大转折的节骨眼上，你这个前线附庸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白宫的利益，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所以大家去看看停火协议的第一条，白纸黑字写着，美国、伊朗还有他们在前线的所有盟友，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承诺共同确保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在纸面上答应的极其痛快，甚至直接把黎巴嫩的领土安全扛在了自己肩膀上。可正在黎巴嫩南部跟真主党打得你死我活的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在这份备忘录上签自己的名字。协议刚签完不到24小时，特拉维夫那边直接炸了窝。以色列不管左派右派的政客都把这份美伊协议当成了特大灾难，所有矛头全部指向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防务部门立刻跳出来发表声明，说这份东西对以色列没有任何约束力，以色列军队绝对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走，只要北边的火箭弹不停，他们就无限期打下去。而且讽刺的是，协议墨迹未干，伊朗就又把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拍上了桌面。伊朗在6月20号宣布，以色列没有遵守停火承诺，还在打黎巴嫩，所以海峡将重新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说商船还是通行，美军也在监控水道。但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威慑力从来不在伊朗有没有把美艘船真的拦下来。伊朗一句我要关，全球都得跟着紧张。伊朗不需要基层航母，也不必跟美军交战，只要不断宣布关闭，制造不确定性，让保费和运费跳涨，全球市场就会替他施压。这种打不赢也拖不起的消耗战，正是美国最怕的。这次威胁恰好印证了我前面的判断，凡尔赛那份协议管不住伊朗，只是一张脆弱的停火纸。伊朗随时能把手伸向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拿捏油价和美国。而美国怎么办呢？大概率他会回头去想办法压制以色列。这简直是后美国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内讧。面对以色列这种反弹，副总统万斯在随后的福克斯新闻采访里，用了一种近乎刻薄的语气，直接给以色列泼了一大盆冷水。
他说，我发现以色列的整个管理系统里正在蔓延着一种极其古怪的歇斯底里和恐慌。他们总觉得只要是对伊朗稍微好一点的事情，就一定会让以色列吃亏。万斯甚至毫不客气地警告说，以色列手里接近2/3的防卫武器和核心装备全是靠着美国纳税人的真金白银在供养着。任何一个觉得当代美国总统是他们最大障碍的以色列人，现在都应该清醒了。万斯这番大白话把美以盟友关系的遮羞布撕了个粉碎。某种意义上，美国跟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离心离德。美国和以色列的公开决裂也让全世界所有的三头诸侯看得心惊肉跳。大家开始意识到，那个在大哥庇护下的安稳日子已经彻彻底底一去不复返了。连以色列这样拥有特殊地位的铁杆附庸都会被白宫无情的牺牲，那其他盟友们接下来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简直让人不敢往下细想。阳光下没有新鲜事，美国今天的处境当年罗马帝国也遭遇过。公元363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也是天下说一不二的超级霸权。当时有一位年轻气盛的罗马皇帝叫朱利安，这位皇帝觉得自己手里的军团天下无敌，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带着数万名精锐罗马军团浩浩荡荡的去远征他的头号宿敌波斯萨珊王朝。当时的波斯萨珊王朝的核心地盘大体上恰恰就是今天的伊朗。当年朱利安皇帝以为凭借自己手里的无敌铁骑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波斯人彻底解决，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波斯人根本不跟他搞正面对决，打阵地战。波斯进行了坚壁清野，把沿途的庄稼全部烧个精光，水源不是下堵就是直接填埋，然后派大批轻骑兵在夜里没完没了地骚扰罗马人的后方补给线。罗马军团水喝光了，粮食也快要见底了，又面对没日没夜的骚扰，苦不堪言。在一场混乱的遭遇战中，就连朱利安都被冷箭射死了。剩下的罗马军团在新皇帝的带领下，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极度耻辱的决定，低着头跟波斯人签下了一份停战协议。在协议中，罗马帝国不仅把东方的5个行省白白割让给了波斯，还承诺把军队全部撤走，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干涉战略要地亚美尼亚的局势。今天川普在凡尔赛签署的每一停战备忘录，简直就是1700年前底格里斯河之耻的翻版。当年罗马帝国在东方对波斯认怂割肉之后，在整个世界引发了一场谁也没料到的地缘大雪崩。原本在北方边境对罗马军团充满了敬畏的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突然之间全看穿了罗马帝国的虚弱本质。于是各种原本老老实实的边境部落开始按捺不住，成群结队的冲进罗马帝国的边境防线。整个欧洲的地缘格局随之陷入了彻底的大洗牌。今天的局势发展可以说完全踏进了同一个步调里。美伊协议这么一签，全球所有的区域大国和地缘强权都会在瞬间意识到，老大的保护伞已经开始狼狈地收回西半球去了。曾经那个不可战胜的超级帝国，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曾经那些死心塌地依附在美国羽翼下面的附庸们，比如欧洲那些常年不搞国防的富裕国家，还有澳洲、加拿大，他们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因为他们必须去面对一个再也没有大哥出来帮大家平事，人人都要自谋生路的新世界。虽然美国并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相反，美国的科技、军事、金融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存在，但失去了小弟们的忠心拥戴，失去了制霸全球的盟友体系，美国顶多是一个孤家寡人的超级强国而已，甚至还是第一强国，但已经不能叫霸主了。过去由美国单方面去制定规矩，盟友们围绕着白宫运转的单极旧秩序，在美伊协议签订这一天，正式宣告寿终正寝。战备经济时代，一些人看见美国向伊朗低头，就认为这下子美国要完蛋了，接下来轮到中国去接替美国的位置了。这里我要泼一盆冷水。美国从全球战略位置上往后退，并不代表会有另一个老大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像以前的白宫那样
继续给全天下订立规矩。真实的未来是，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没有办法回头的速度，一头扎进了一个人人自谋生路的多极化战备经济时代。过去30年，全球化让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各国商人和政府高层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性价比分工。他们把设计和科技放在美国，把芯片生产外包给日本、韩国和台湾，把原材料从非洲挖出来，运到中国和东南亚的工厂，生产出各种工业品。只要天下一直太平，这种效率神话确实能让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也能让大家过上便宜舒适的日子。可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强权国家全看明白了，只要前线一开火，只要海峡一封锁，以前引以为傲的跨国供应链马上就会瘫痪，连打仗的武器都不够用。在接下来的乱世丛林里，没有哪个国家敢再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外包出去，大家都会不计成本，拼了命也要把核心工业和军工产能搬回自家。中国不是这个趋势的终点，但它是这个趋势最提前也最极端的样本。过去20-30年，中国把所有的资源全砸在最基础的工业里面，建成了全球最全的工业生产链以及最大的工业产能，以至于到了今天，单单粗钢，中国一家的产量就占到了全球1半以上，相当于后面几十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发电这块，中国一家的产量现在就已经占到了全人类总发电量的近1/3，差不多是排名第2的美国整整2倍。再看造船，中国如何开足马力，光是民用造船大基地就能同时开工建造几十艘巨型货轮。无论你喜不喜欢中国，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战备经济的逻辑下，一个能生产全世界大半大宗物资的工业母体，一旦战争爆发，那些平日里造大卡车、造民用无人机或者造货轮的超级工厂，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变成源源不断生产军用设备，能把任何对手活活耗死的战备力量。这种不计成本在自己家里实现了全闭环的工业，在和平年代确实很浪费很卷，一直被人批评产能过剩，但在后美国时代却是非常硬核的实力。伊朗靠着封锁海峡，用廉价的导弹和无人机这种非常基础的工业品，就能在波斯湾把手里攥着10几艘航母的美国逼到凡尔赛去深夜低头，何况工业实力是伊朗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国呢？但是这恰恰不是说中国会取代美国，因为美国过去成为世界霸主，依靠的可不只是最强大的工业，它背后还有美元、海军、盟友体系、科技规则以及全球金融网络。中国现在有工厂，有完整的供应链，但它没有美国那种覆盖全球的信任体系和秩序动员能力。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美国不仅仅是世界霸主，它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观也曾经是一盏灯塔，吸引了很多国家和人民心甘情愿地跟随它。中国呢？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因为价值观心甘情愿地跟着中国走在一起？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还是其他哪个国家？那些所谓的伙伴更多只是利益同路人，不是价值共同体。他们靠近中国不是因为认同中国，而是因为需要中国。一旦利益反转，背刺中国最狠的往往也会是这些所谓的朋友。所以后美国时代，中国取代不了美国。更有可能的现实是，再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服气的世界警察。美国不愿意继续无限兜底，中国也没有能力让全世界心甘情愿地围着它转。欧洲会重新团结起来，试图恢复自己的军工生产。印度和东南亚也会想办法去发展自身工业。日本则会继续突破战后体制，修改宪法，恢复更强的对外军事能力。所以未来的世界会变成几个巨大的权力板块，各自修抢，各自备战，各自抢资源、抢产能、抢供应链。在这种世界里，中国的工业能力当然极其重要，它不是新美国，但它会成为这个世界里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业巨兽。它不一定能让全世界听话，但足以让大部分国家在关键时刻不敢跟它彻底翻脸。这才是后美国时代真正可怕的地方。不会有新皇帝登基，旧秩序坍塌之后，所有大国都会重新披上盔甲，世界将会进入一个长期的战备状态。
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